Hello，大家好，今天是12月15号，还是先说说疫情吧。截止到北美东部时间下午3点，加拿大新冠病例已经确诊了473352人，今日新增是4491例，死亡人数呢是13627人，增加了74例。最近很多地方都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了啊。加拿大的紧急救助金项目帮助很多人度过了这个非常时期，让他们避免了破产。在疫情期间加拿大的破产数字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了下降。据说至少有40万人拿到的救助金超过了他们去年的平均收入。同时呢，我认为加拿大的紧急救助金项目也挽救了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在年初的时候，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还是非常萧条的。客观的说如果今年没有紧急救助金的项目可能今年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早就崩了尽管很多加拿大人今年避免了破产，但是最近破产事务专家们预计，明年2季度可能会面临加拿大个人破产数字爆发性猛增的问题。加拿大税务局最近出了一个政策就是可以让数以百万计在家工作的加拿大人有资格获得税收减免。居家工作的人呢，可以申请最高400加元的所得税减免，主要面向的是受新冠疫情影响在家工作的员工，连续4周在家工作的时间超过一半，那么就可以按照每天2加元的标准申报个人所得税的减免，而且呢无需雇主证明。最高减免的额度呢是400加元。要注意，这个额度呢是每个人而不是每户，因此呢，如果一个家庭不止一个人在家工作，只要符合上面的条件就可以各自申报了。如果您申报居家工作减免，那么就不能再申报开车上班的减免了。还有一些需要申报更大笔的家庭办公开销的纳税人，可以使用原有的申报程序。这个申报程序呢是需要雇主填表签字的，但国税局推出了比过去更加简单的表格，分别是 T2200S 和 T777S。 这次呢把互联网费用也纳入了可申报的开销了。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调查，10月份大约有240万加拿大人在家工作。今年4月中旬封禁最严的时候大约有330万人在家工作。今年这个疫情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很大而且呢可能会促使一批加拿大人换职业，准备改行了。最近一项针对加拿大人心理健康的民意调查显示自大流行以来1/4的人正在考虑改变自己的职业。接受调查的人当中呢，有24%的人表示大流行使他们重新考虑了自己的职业道路。这个报告还显示，大流行已经显著地影响了加拿大人与雇主的关系。有1/5的受访人表示，在大流行期间他们对老板的看法变差了，但同时呢，也有72%的人说自大流行开始以来他们的雇主在健康和安全方面做得很好。最新的消息呢，就是疫苗12月13号晚上已经到达加拿大了，所以加拿大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已经拉开了序幕。一起来看看加拿大人对疫苗特别关心的一些问题。最热门的问题就是是否打了疫苗就可以不戴口罩。估计很多人戴口罩戴的已经很烦了医生的回答是，至少在短期内打了疫苗也需要戴口罩，并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和勤洗手。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免疫反应。另外呢，大规模的接种活动并不能所有人同时进行，打过疫苗的人周围还有很多在等待打疫苗的人。目前专家对接种疫苗后是否仍能携带病毒和传播病毒尚无定论。大部分制药公司呢也没来得及做这方面的临床实验，但是一个小规模测试表明疫苗对防止无症状感染仅有 27% 的有效性。这就说明大部分打过疫苗的人仍然能传播病毒。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疫苗的有效性并不是100%。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已经得过新冠肺炎的人还需要接种疫苗吗？医生的说法是，有些新冠患者在痊愈数月后再度感染，因此呢，已经感染过了，也还是应该再接种疫苗的。但是正在治疗的新冠患者应该等到痊愈以后，因为免疫系统呢在受到病毒影响的时候还不能做好接种疫苗的准备。第三个问题，总人口接种疫苗的人需要占多少比例才能达到群体性免疫？答案是，平均每个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可以传染2到3个人。因此呢，接种疫苗的人必须在总人口占到60%到70%，才能切断传染链，达到群体性免疫。其他的问题呢，可能就不是太普遍了。有一些人问，打过流感疫苗是不是就不用新冠疫苗了？答案是肯定是否定的，各防各的打过了新冠疫苗还是要打流感疫苗的。反过来也是，
打过了流感疫苗呢，也不能防新冠。据说在英国2名有严重过敏史的医护人员，他们在接种辉瑞疫苗的时候出现不良反应。英国的监管机构呢，要求这类人不要接种辉瑞疫苗。严重过敏反应呢，指的是需要用肾上腺素进行缓解的过敏反应。关于疫情方面，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加拿大联邦税务局已经向44万1千名加拿大人发出了告诫信，说他们可能不符合领取疫情救助金的条件。如果国税局核查结果证明他们不符合条件，他们必须将已经领取的疫情救助金退还给政府。加拿大国税局说这些信是教育性的目的是让收信人自我检查是不是符合条件，不符合条件的呢，那就要把疫情救助金退还给联邦政府。加拿大联邦政府统计的数字显示，有890万加拿大人申领了疫情救助金，而这44万1千名收到税务局告诫信的人呢，占了申请人的5%。现在很多收到税务局告诫信的加拿大人都说国税局现在说的申请救助金的标准呢，是过去1年中不得少于5000加元的净收入。在申请疫情救助金网页上说的是年收入至少5000加元，而没有说净收入这是很多人都在纠结的问题。但是这个事情呢，让政府来认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我的频道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生活、经济、房产等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